有很多人都错解了这个无我，以为无我就是没有自我，所以一切都是空空空，这就很容易陷于玩空之中。这里的无我是说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，这只是五蕴的集聚，因缘的集聚，而五蕴和因缘一直都是生灭无常的。老师讲无我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是缘起的，彼此互相影响，没有主宰。大家都知道同卵双胞胎是同精子同卵子， DNA 是完全一样的。现在科学也在研究克隆，研究在物质上两个完全相同的生命体一生的轨迹有什么差别，只是克隆技术还没有天然的同卵双胞胎成熟。国内外研究同卵双胞胎很久了，其中就有著名的分开抚养双生子实验。是的，同卵双胞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包括相貌、性格、喜好。我们直接上研究结果。MJ 是在不同家庭、不同环境养育的同卵双胞胎。要找到同卵双胞胎，同时刚出生没多久就被不同家庭分别领养，这样的研究对象少，但你要找也能找到。MZT 是同个家庭养育的同卵双胞胎， R 的数值越低，说明差异越大，越接近1代表相似度越大。这个表格已经很清楚说明了，不管是同一个环境养育还是不同环境养育的同卵双胞胎，在血压、智力上的相似度比较大，但也就6到8成，而在人格、信仰、兴趣方面的相似度只有4、5成。为什么基因完全一样，四柱星座也相同，长大会不同？从基因方面说，因为表观遗传；从神经学方面来说，因为神经可塑性。即使细胞分裂前 DNA 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意识习惯不同，随着时间变化、环境的差异，还有个体努力程度，争取到的资源不同，慢慢双胞胎性格差异就越来越大。通过 DNA 的检测，发现有些基因发生了变异， DNA 甲基化和主蛋白乙酰化，这就是表观遗传。而且这些变异还有遗传到后代的可能。通俗来说，任何一个物种为了适应当前的环境，必须有意无意改变自己，改变不了、适应不了，这个物种就 game over 了。所有物种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。举个例子，同样是双胞胎，有一位乖巧一点，父母可能更偏爱这位乖巧的，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差别对待，而差别对待和环境的差异会引发孩子基因表达的变化。表观遗传与后天的环境经历有很大的关系。比如有对双胞胎，姐姐从7、8岁起就想变成男的，因为有次她参加一个朋友聚会，却因为不是男孩被赶出来，受到刺激，就决定以后要做男孩。最终她如愿以偿，做了变性手术，而妹妹却继续安心做女性。有对男孩双胞胎，一个出生时好好的，另外一位出生时就脑瘫，无法行走。双胞胎有位出现脑瘫的概率是 0.5%， 因为他们还在子宫的时候争取到的养分就不同，成长情况就不同。还有双胞胎，一位有癫痫，一位正常。这些案例说明物质和基因的确在发生作用，但不能决定一切，有非常多的因素会影响基因、性格、家庭、社会、经历、教育和朋友圈。老师也认为存在轮回，轮回并不是老师发明的，也不是他发现的。婆罗门教在最早的奥义书中已经提到了轮回，只是在当时发生的机制并不清楚，在沙门思潮期间，轮回的机制才慢慢清晰。老师认为轮回并不是一个不变的自我或者神识或者灵魂，今天变成阿猫，明天变成阿狗，后天又变成人，这里面没有一样是不变的，没有一个永恒的实体能穿越一期又一期生命，这是和婆罗门教、耆那教有明显差异的地方，也是很多人有误解的地方。这里的相续是一连串再生和变化，是根据个人的意识习惯或者说意识流而生起的。这期生命结束之后，意识流有思维惯性，也就是贪爱，继续选择下一期的生命形态。一期一期生命的延续靠的是业的力量，业发生的根本机制是意识流，专业讲就是思心所。我们发动身语意靠的就是思心所，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惯性。树立正见和训练正思维改变的正是这个。不信你现在点1键3连试试，就能看到思心所在起作用。生命相续的基本规则是善行能创造幸福和再生善趣，不善导致不幸和再生恶趣。这不是谁发明的，也不是谁主宰的，这是自然规律，就像万有引力一样。这方面更多的细节可以看另外2集讲濒死体验的科学研究，还有哈佛花了75年研究的幸福课，持续跟踪研究724个人的生命轨迹。
从这批人20多岁跟踪到老死。同时，不管你上升还是堕落，只要还有可爱和无名，轮回这个游戏就会继续，除非你厌离五蕴，不想玩了。如果大家认识到了思维惯性的力量，对于双生子产生了差别的原因，就能有更深的认识，这是身心还有外部条件综合的作用。这就是老师说的，此有则彼有，此无则彼无，都是因缘所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口意，这是内因。世界万事万物彼此影响，这是外缘。综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了每天发生的种种事件。这里面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我，因为都是彼此影响的。你现在在看这个视频，做的思考，说的话，发起的行动，也会对自己、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，而且是彼此相互影响。无我把握准确了，对缘起也能理解得更深，并不是简单的说一句无我，云淡风轻，好像整个世界都与自己无关。老师讲无我，讲缘起，是为了去除我们的种种执着。比如有点成绩了，就认为自己天下第一，其实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因素聚合在一起才可能产生。大家都听说过阿加西、科比、巴菲特、稻盛和夫，这些都是相应年代、相应领域的神，但他们真的天生就是神一般的人物吗？他们都是自身具备一定条件，又生在适合的家庭、社会和时间段，再补足其他条件，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，他们中的哪一个都不是天生的神，都是一步一步打磨出来的。阿加西兄弟姐妹4人，他是最小的，他爸爸从小就逼着他们兄弟姐妹4个打网球，把他们都快逼疯了，最终3位哥哥姐姐都放弃了，只有阿加西选择打网球为职业，这概率也就 25%。 他一路上也充满了痛苦和彷徨。林丹，他退役的时候说对羽毛球又爱又恨。科比为了疗养自己的伤痛，保持竞技状态，了解对手的技巧和策略，他付出的努力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。没有持续在一个领域中努力拼搏，没有经历流血流汗，很难理解他们在其中专注和付出的努力。同时他们也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。如果巴菲特生在我们这旮瘩，各种运动打击资本无序扩张，估计也早就没他什么事了。不管是厌离五蕴还是无我，并不是对这个世界不闻不问漠不关心，只是把五蕴的为和患看得透彻，看得明白。老师在入灭前也时时想着怎么能让僧团更好，也会拒绝提婆达多的分裂，也会批评和责罚一些错误的言行，也会关心和帮助具体的个人，为僧团营造更好的氛围，更清晰地指明前进的方向。这是尽他的责任，这些责任一直延续到他临入灭。他知道一切因缘所生，他做的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说意义很重大，这是老师伟大的地方。